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大概除了乌克兰的议题，当然还有包含台海也被讨论以外，另外一个现在大家关注的当然是体坛的重要活动，也就是北京的奥运哦。那北京的冬奥是从2月4号一直到2月20号。本来体育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体育。每次不管是夏季、冬季的奥运，总有许多的一些故事哦，可以让人觉得非常的激励哦。原来是体育是这么样美好的事情。不过今年大家知道，因为中国在这几年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加上它夹着经济的这些优势哦，做了许多对国际上秩序的一些干扰，甚至有一些有关人权侵害的一些议题，香港的议题等等，这整个战狼外交引起大家许多的关注。所以今年的冬奥要说来也很有政治味。包含一开始就有许多的国家进行外交的抵制哦，那当然也跟北京这边不断的交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也可以好来聊一下，这次在整个北京冬奥到底有产生哪些的一些政治效应，值得我们好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这个每次我们最常喜欢，有人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套句的名言，就是什么归什么就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文化归文化，体育归体育，艺术归艺术，民间交流归民间交流，都可以。反正看起来人总能厉害的完美切割许多事情哦。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北京冬奥充满政治意味更为浓厚？这部分老师是不是您怎么观察呢？第一个，当然我经常听人家讲说，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宗教归宗教等等哈。这个话是可以这样说了，我们政治学家不太同意。我们政治学家认为说，政治是众人之事，所以牵涉到众人的事情呢，大概都可以进政治。所以简单说，大概就是，除了宗教之外吧，大概真的是政治是什么人都会碰到的。当然，我们希望说有些事情呢，就不要太过政治化，我们是同意的了。也就是说，它体育啦，或宗教，或文化啦，或艺术，它各有它的这个领域。但是呢，很多这些事情呢，跟政治分不开关系。尤其在国际政治上呢，这个题目呢，好像显得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国际政治我们讲说，大家都在竞赛嘛，国家跟国家在竞赛，要么比较最激烈就是军事上竞赛，就是战争。那么稍微轻一点点就军备竞赛，那其次像什么经济的竞赛啦，然后这个什么文化竞赛什么等等，所以体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吧，这样说。因为国际政治上的竞赛或竞争呢，你不要说竞赛，就说竞争吧。竞争的这个标的呢，一个是争里子比如争到领土啦。然后争到这个金钱啦，或争到什么一部分夺到一部分人民啦，或夺得资源等等，这是争里子，就具体东西。那竞争还有一部分是争面子，也就是说其实，在人跟人际关系，大家也晓得嘛，面子又是很重要嘛，就是我看起来这个很成功啦，然后很得意啦，什么等等，然后他看起来很窝囊啦，很失败啦，大家觉得我比较行，他比较差。所以其实国际政治有点像是个人的这种放大，所以个人的部分要争里子争面子，国际政治呢也争里子争面子。所以在体育活动当中呢，体育的竞赛很多时候呢就变成说大家争面子一个重要这个部分。大家看看每年那个欧洲的这个足球赛，欧洲杯足球赛，到最后赢的那一队多么欢腾啊，那举国那就放假啦，然后大狂欢。输的那种回去，他说你去坐牢了，去耕田了，或去下放了，干什么？这是真的很夸张的。我们小时候不去看少棒吗？对不对？你熬夜起来看少棒啦，看青少棒啦，然后最后看到成棒了，然后现在台湾棒球在国际棒坛上有一席之地了。所以这东西呢，这个一方面是个人的这种投射，二方面的确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所以。你说真正说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其实还蛮难的。反过来说，就是你看每一次这奥运说，不管冬奥或者说这个正常奥运，各国的奖牌数目大家都很关心的，对不对？所以关心的基础说不但是某某人得了奖牌，我们不能说某个国家的奖牌得到多少，它不是也变成说一个国力指标嘛？我想。
大概是这样的吧。所以你刚刚问说，体育跟政治是不是能够完全划分？在我们政治学家看起来，还真的没办法划分的呢。这应该说，老师一开始就讲的，政治是众人之事，所有的事情都涵盖在里面啦。这个其实我自己感受很深，因为我自己在非你组织工作，很多非你组织也说，我们组织很纯然、很高尚啊，怎么高尚？不谈政治，不谈宗教，不做生意。但我就说，你的章程里面每一个都有要改善什么什么方面，要解决什么问题，那些都是跟政府的政治跟政策、国内的环境有关，最终都希望立法来解决，所以怎么可能不碰？所以说来，当然啦，这个不可能分开的状况之下，显然这种大型的体育竞赛就是一个国家展现国力了。我可以想象奥运，当我觉得用网络世代的人很难想象这些事情，就是说你有很多方法去知道这个国家，搞不好旅游也很方便。可在早期奥运的时候，老实讲，那么封闭的时候，不借由这种比赛才能邀集各国元首国家来，然后你才有办法聚集它，展现你的国力跟骄傲。当然成绩如果更好，面子里子就全部都有，经济也有可能借此来推展等等。所以听说这样的有这样概念的，有人说从纳粹德国，从希特勒，其实最近网络上大家就开始在冬奥有很多这种影片，穿的笔直。其实你去看那个希特勒他们当初纳粹那个服装，凭良心讲，很多人还是觉得把它当做一个标准，英挺挺拔，那可都还是一个真的是请设计师去设计的一个制服。所以显然他们好像就很擅长这样的一个包装。对，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叫做极权主义的美学，是有点道理。而这个事情当然了，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好像极权国家比较注重这些事情。你刚说希特勒开端了，我查一下历史，还真是这个样子。其实希特勒是33年上台嘛，纳粹33年上台。我记得32年那段时间开始呢，国际奥委会就开始寻找那个场地，然后最后决定说要选在柏林。希特勒的纳粹党在上台前是反对说这个奥运会的，很奇怪啊。他说奥运是什么什么犹太人跟什么什么的这个一个呢展现的地方，所以他非常讨厌这个事情。33年上台之后呢，大概是跟葛培尔谈完之后，觉得说这个呢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大好机会。所以换句话说，希特勒那时候已经开始考虑到大外宣了。我们知道这个纳粹很注意宣传的嘛。好，33年上台执政之后呢，他态度就幡然改变。他说全力支持奥运会。好，那么怎么支持法呢？第一次拨款，那个时候拨了大概2000万的马克呢，去修什么？修那个柏林的那个奥林匹克运动场，然后作为一个主场地。好，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推出大量的宣传。那时候大部分是广播跟报纸嘛，还有周刊啦、什么画报等等。好，官方呢开始推出一系列的宣传画。那宣传画的主题呢，除了说这奥运多么重要什么的，他特别强调一点是我们阿利安人的特色。阿利安人这个身材多么好啦，然后的品种多么优良啦，然后这个体能多么强啊，什么等等，所以变成什么呢？宣传了阿利安人种优势论的一个场所。后来大家慢慢就注意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那已经走到这里了。好，所以除了宣传阿利安之外呢，它背后意思是说，你看我们纳粹党导致了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纳粹党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好，那么再来就是电视转播，我们很难想象第一次电视转播奥运会的开幕式呢，是希特勒干的。从那时候开始，从那开，我们看到一些影片嘛，现在都已经看到了。然后电视转播开幕式，那时候开始办的，以前是没有过的。然后再来什么呢？我们现在很习惯的火炬接力，居然是他开始的，当时也没想到。他因为这个奥运，他通常的火炬是在希腊点燃，然后最后在那主办国那边拿起来，他去搞接力。从希腊那边点着之后呢，经过什么保加利亚，经过南斯拉夫，然后经过匈牙利，然后再到奥地利、捷克，之后跑到德国。所以这样一路传过来，就变成说，它一个事件，变成说一个 event， 大家说我们去关注这件事情，就成功了。用现代话来说，叫抓住了世人的眼球，大家开始注意到，有这个活动要开始了，现在这个火炬开始传递什么的。我们真的没想到是希特勒先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很棒嘛，对不对？所以开幕式，然后火炬传递，然后开幕式，然后电视转播，然后这个国家元首到场，然后什么欢呼什么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呢，坦白说，
你要不要说纳粹什么的话，希特勒对于推动奥委会呢，还是有点贡献的。我听起来他当初就很有行销的一些概念哦，只是他借由特别的场合，就是说他有目的的来做这些扩充，所以我可以理解哦。就有人会说，你会发现现在特别，当然应该说持平来讲，每个国家能争取到奥运，不管是不是民主国家，都觉得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荣耀。所以每年那个奥运国家的这个宣布，你看这个真的都大家疯狂。台湾也有在争取一些体育运动赛事，持平来说，我想都是。不过有没有特别有一些国家，特别我们谈共产主义，是不是延续这种纳粹德国这样的一个思维特别明显？良善一点当然是说让大家文化交流，但如果它置入一些目的，当然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我看到包含苏联、中共这一波，好像都是如此。真的，他们都有这样目的，企图的在做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影响吗？应该蛮明显的。其实你回头看过去啊，你回想到你年轻时候，每次看奥运，你觉得说金牌最多是哪几个国家？大概就是真的那时候就苏联，然后就是美国两个在竞争，美国、苏联对，然后再来呢德国，对不对？然后再来呢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这些国家都排很前面，对啊，都排蛮前面的。然后那些国家别的不太行，但是什么？他体操很厉害，是不是啊？我们都有这印象嘛。所以，罗马尼亚的什么科米尼奇啦，什么我们都可以随口就说得出来。这个东西有一个真的是，我们还不是说政治人喜欢讲政治，国际政治那时候那个背景啊，对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知道从2次大战之后呢，我们这个打败纳粹之后，国际社会不是一分为二吗？民主国家跟共产国家对抗嘛。所以这个对抗之余呢，其实大家在想什么问题？大家想说哪一种制度比较好？是民主制度比较好呢，还是共产制度比较好？民主制度当中说我放任人的自由啦，然后尊重人的这个尊严啦，然后个性啊什么的。共产国说我们的制度呢像轨道一样，然后铺在这里，然后让人家顺着往前走呢，能够发挥集体力量，所以看起来各有各的优势。共产国家或共产制度因为是新兴的，它去挑战现存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然后他一出来就讲说，我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他们的政治教条呢，就教导他们说，共产主义最进步，共产制度最先进，而且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证明说，共产主义优于其他的主义，跟优于其他的制度。尤其是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跟优于民主国家，所以他要证明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从很多方面证明，那体育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面向，所以他会让大家觉得说，如果在共产制度下能够产生一批身体又非常好、健康状态非常好，然后体育竞技都超过人家的话，那是不是能够证明说共产制度真的优于民主制度或优于非共产制度呢？他们这样想的，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做这件事情。花什么功夫呢？简单说，他们为了培养这种世界级的运动员呢，他打造一个国家体制，这个我们很难想象的。什么叫国家体制呢？他们就真的是派官员呢，就是官员就下到这个最基层，去在特别的项目里面去挑选手，从小就看。这小孩3岁、5岁力气比较大，或者说这个肢体比较灵活、比较柔软，然后身体各方面协调很好，就开始培养他。一方面就是观察，然后就慢慢培养，一层层慢慢培养上，然后再逐步淘汰。也跟家长说好，共产制度底下老百姓生活一般比较苦一般就生活物质不太丰富。但如果你小孩进到这个，譬如我们叫体育资优班吧。进到这体育资优班的轨道上，你家里生活待遇比较好，他牛奶可以多一点点肉的配给多一点然后父母也沾光，甚至就是你的这个薪水，他们叫工资呢，也多发一点点，就是这样一层层上来。所以它有个国家体制很严密的上在培养、在筛选乒乓球的啦、体操的啦、游泳的啦、跳水的各方面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在东欧各国、在苏联、在中国大陆都看到，所以这叫国家体制。国家体这个一个优点就是它很系统的在寻找、培养，然后在这个补贴这些人的成长。所以这些人后来得了金牌，说我感谢党跟国家培养，这话还不是乱讲的，真的是党跟国家从小就看到他呢，培养他。但这样的有一个缺点，
在民主国家里面啊，你喜欢运动或喜欢这个体育什么的，是你个人的事情。当然，你有了天分之后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国家培养你那是没有问题。但不像他这样子，就举国体制。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了，我看他们那个乒乓球选手也是这样出来的。哎，大小孩不喜欢打乒乓球吗？打，哎，打得比较好呢，他就有一些地区比赛啊，比赛打越打越好，就慢慢一层层上来。可你也知道，美国的社会它是民间的这个系统出来的，它不是国家培养。但国家到什么时候培养？国家很后段开始培养。就当你说啊，差不多到达那个水准，到那层级。然后我们国家有个什么，譬如奥会的这个奥运选手的选拔一个机制，你到了譬如说15、16岁，说13、14岁，到了这年龄啊，差不多可以到标准了，我们就国家开始注意了，然后再开始层层筛选培养。培养也不像是共产国家的培养，因为共产国家培养就是说你全部就干这事儿。乒乓球一天你睡8小时，对不对？你给我打14个小时乒乓球。在民主国家不是，民主国家就是你该读高中你去读高中，你要去打垒球就打垒球，你要去游泳去游泳，但是你得准时回来给我溜冰啊！你有多少时间？你每个礼拜花多少时间这么溜冰？共产国家是你每天呢花个10小时或8小时给我溜冰。所以国家体制跟自由体制还是有差别。这差别不但说在运动表现上有差别，到最后就是。当他们功成名就退役之后，他人生生涯会有差别，这我们等会儿再说。好，国家体制优点就是它可以很小的、很系统，开始全国范围之内去寻找，然后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培养，这样展现出来说这个体制是有优点。但它缺点就是它跟原来体育的这核心精神呢是有点偏离的。我们原来体育啊，当然你说帮国家争光、帮民族争光，那是一部分。但是最根本是什么呢？最根本就是我们希望说个人的身体要好，个人身体健康。我不是说共产制度这样使得个人不健康，但如果说你一天打10小时乒乓球，你觉得这个人会很平衡吗？大概不会，除非你说你自己特别喜欢，你打乒乓球成迷了，那另当别论。但是如果说用半强迫式搞成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对人性是一种强害。所以你说优劣利弊嘛，那看你怎么看了。那你说他们这样出来效果好不好？其实还真有效果。你看回过去啊，就从1950年以后，就是当这些东欧这些共产国家慢慢出现，然后苏联开始这个大力培养的时候，你发现从奖牌数目来说，的确是有差别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呢，苏联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是1988年，因为1991年就瓦解了，92年的这个奥运它就是以俄罗斯身份参加的。在88年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金牌最多，它比美国要多，但美国当然总奖牌很多。我再说一次哈，奖牌数呢当然是国力的指标之一。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是政治挂帅的关系，他认为说奥运奖牌数对国家来说是有面子的事情，所以他们特别看重这玩意儿。所以这样说来，就是共产国家第一很注重，所以它比较像什么呢？像我们刚讲文宣，就你刚讲希特勒的文宣，其实比较像这个样子，只是他把它更往前推进到我们认为是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背离了原来真的全民体育的精神了。这是我们觉得是比较不太合适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运动员的这个培养跟这个产生哈，各位看一下这个，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就是加拿大这次参加奥运的很多选手哈，有的是会计师，有的是受上志工，有的是在这个什么律师事务所服务，有的在哪边工作，有的是在这个什么社工团里面工作。闲暇之余来练溜冰，来练滑雪，来练冰壶，来练什么？到最后觉得表现优异了，然后进入国家队，然后来比赛。比赛完了回去呢，他还是当他的志工啦，当律师啊，当会计师，然后闲暇之余再来练习。所以就是他人生有一个正常的轨道，他不是说全部生活呢投在什么冰壶啊，或投在什么滑雪上面，他不是这样子。但你看共产国家的这些运动员呢？很多时候，你说他得了荣耀了，个人很光荣了，然后国家也很欣赏他，优秀的去跑当教练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教练的。我们知道大陆很多选手呢，得了牌之后，最后呢就废弃掉了，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从个人角度来看，就是说他得了金牌，得了什么，当然是很光彩的事情。但从国家角度来说，那这个人
你是不是就糟蹋它了？所以我想从人性角度来说呢，我们还是觉得说放任一点呢有它好处。这真的是不同的一个发展啦。当然，我们刚刚听明老师刚刚讲可以理解，就是原来的体育就是强身嘛，就是让自己身心健全，运动就是一个好东西。概念上应该是大金字塔在底下慢慢支撑上面那个顶端的运动员。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威权体制比较像是柱状，稍微这个柱状的方式在培养，因为那就设定一些特定的人在做。所以我记得了，奥运在我这年纪最早的时候，都一直在争议职业选手到底能不能参赛，因为他们觉得不公平。我先谈的是早期威权国家，说我们就是明老师刚刚讲那种体制，你们这种威权国家根本就是职业运动员嘛，那这怎么比？当然后来为了精彩度啦，什么原因，篮球什么的，才会有梦幻队进去。对，棒球也有，就是说有些开始开放之后，足球啊等等这个部分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理解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想一些转变啊。不过这个有历史的一些脉络，但显然中共他也原来去争取这种大型运动，一定有他原来的目的。老师，您看得出来，你或者跟我们分析，你觉得他在这一次上想要来达成什么样他的政治目标呢？第一个还是我们刚刚讲了，证明一党专政的优秀嘛，证明共产制度是比较好的，证明民主制度是松散的。尤其是他常拿来跟台湾比，我觉得说你如果真的跟台湾比的话，上次奥运会台湾是赢他的。你以人口数来说的话，台湾得1面金牌，你应该得60面金牌才对嘛？是不是这样的？但这比例来说，看你怎么算了。好，所以第一要证明说共产制度比较优秀。第二呢，他想展现说我的外交并不孤立。但是我们过去这个节目1-2年来，我们就跟大家讲，我们说中共的这个战狼外交跟各种这种动作呢，使他国际上越来越孤立。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香港问题啦，然后南海问题啦，然后新疆人权啦，台湾问题啦，然后立陶宛事件啦，然后澳大利亚啦、纽西兰什么等等，跟这个南海冲突呢，再加上之后他战狼外交，所以这几年来了，中共的这个对外的这动作呢，使他国际上形象呢变得非常坏，然后国际上呢也出现了非常孤立的现象。他们在这次机会就希望说，我要证明其实外交上我并不孤立，所以广邀来宾，结果就居然被大家杯葛，所以大家就是运动员来了，但是外交杯葛，就是很多国家的元首啊什么的都不出席这些活动，更不要说美中在这里呢也还在那边暗中角力，所以中共就拼命拉拢俄罗斯啊这些国家。所以除了这之外呢，再来就他想洗白他的形象。刚才不是讲说人权问题吗？这段时间大家因为维吾尔的人权问题呢，对他批评非常严厉，所以他搞了个维吾尔的火炬手呢，来传火炬，就弄巧成拙。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当年希特勒呢迫害犹太人，36年的时候，他也搞了犹太人去传火炬，所以他说这个宣传手法如出一辙，那不是笑死人了吗？然后再一个就是彭帅事件。彭帅事件这时候你不提他就算了，大家就专心看比赛了。就你要借这个机会洗白，让彭帅出来接受采访什么，就背后呢镜子里面看到一个人啊，一个男的这样插着手在看他就接受采访，大家觉得那个人是谁啊？然后彭帅就宣布退役了，所以整件事就显得说非常诡异。你看起来说你要洗白，就变成说越洗越黑。所以看的这是第4点。第5个目的当然是证据奖牌了，这不用说了。第6个我觉得是统战台湾，他们要用这个来证明说，你看祖国的荣光啊，多么厉害。所以他对台湾的台籍的运动员呢开始统战，也请了一些台湾的艺人去表演，也请了台湾的政治人物去参加一些活动。所以整个来说呢，他对台湾的统战呢，他是应该说是绵密的。当然台湾不太吃这一套，因为台湾这几年来实在非常生气大陆，所以这点大概是吞不下去。最后的目的我想就是，他如果说一切办得顺利，办得算风风光光的话呢，对于习近平在年底的20大跟连任呢，应该是有帮助。所以我猜他们的目的呢，大概是这么6、7项。当然，如果老师刚刚罗列了这些他举办北京冬奥的目的哦，大家当然好奇说，那他有达成效果吗？当然。赛事就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是还没结束哦，这个发酵到底要从什么时候来检核？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些他的目的？真的有达到他期待的吗？我想，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最后盖棺这个定论了哈。不过从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看了地方就是没有能够达成目标。
第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国际外交上面呢，看到我们抵制非常多嘛。彭帅的问题呢，我们刚刚讲了一下，开头就是他被采访完之后呢，采访的记者也说他看起来不像是自由的。然后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回应就是觉得说，他怎么在这个时候他去宣布退役呢？那表示说就是我不希望再接受在公共场合继续再接受大家来质问这个问题了。他出来讲说啊，我没有遭受性侵，那你那篇文章，你那半夜发那篇网文又算什么东西呢？所以反而不但没有洗白呢，反而加深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疑虑。也就是说，大家对于中共对于人权问题的看法呢，其实可能有更大的这个怀疑。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跟他在08年的办的那场那个北京奥运相比哈。国际的贵宾少了非常多，那一次大概来了54位国家元首，然后16位这个政府的高级领导人，9位的王室代表，然后1位的地区负责人，还有4位总统夫人，所以加起来夯不啷当的84人。这一次呢20几个，所以差了非常多。所以你讲说我们说欧美抵制什么不在话下，其实不只是欧美这个国家抵制，亚洲国家抵制非常厉害。亚洲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金正恩说，因为疫情严重他没有去，那不管理由是真假，他至少没去。然后再来就南韩，原来上一次呢是就南韩总统李明博自己出席，这次派了这个国会议长去出席。那个日本当然也背锅了，那不用讲了。那这次被抬的身份最高的呢是普京了。普京在08年的时候，当时是摆在众人当中的，没有那么突出。这次把它突出摆出来了，就摆出来之后，你在那个活动上看得奇怪，他一个人单独在贵宾席，他没有在习近平身边，这个安排我们觉得第一很奇怪，第二就是他很快就回家了，就没有参加完，所以我们大家觉得说这个部分你至少在国际外交上呢，本来想要大得分的，现在看起来是。叫做没有扣分就算不错了。再一个，他不是办了个参会吗？是，就是邀请着来参加贵宾来这个出席参会。国际记者把那名单看完之后，他说这是独裁者的参会，也就是都是国际上这个形象非常不好的一些领导人。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看这个人什么人呢？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那这个也就说明了他现在在国际上能够交到哪些朋友。当然，其他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啊，比如说荷兰个记者现场直播的时候被一个那种红袖章人把现场推走，他用中文跟他讲说直播，他说我管你的就把他推走了，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再一个就是 NBC 的这个体育主播也是提早离开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让他觉得说大打折扣吧。所以整体来说就是他当然是很希望说利用这一次呢当做一个国际大外宣的一个机会。所以对内对外呢都能够加分，但现在看起来呢，可能距离他目标呢有相当的一段差距。所以要这样说了，就算他奖牌数再好了，我猜他心里面觉得说其实是大打折扣的。我们应该再加问一个题目，叫做那北京中共会有什么方式来对应这些他没达到效果？一定就会有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才不来。我们也没特别希望他们来，因为他们是会带有病菌的。第二个部分可能会谈到说这个他们见不得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眼红看不得中国好。我们百年一遇，现在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你看这些西方。我们就下次再超越他们，让他们以后要跪舔我们。我觉得他应该那你怎么解释08年的盛况，对不对？对，我想说他一定就开始有一些解释，让他有一个台阶，可以说这个一定都是别人的问题，一定都是西方的阴谋，一定都是美国带头作祟，搞不好台湾还有从中作梗参与之类的啦。台湾出席了，对，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大概值得好好的针对这个北京冬奥后续延伸的问题来做一些讨论。当然，如果一个真的要所谓的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那就应该是纯然纯粹啦。显然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只是口头说的，所有的动作都有政治痕迹。这个我想民众
是没办法来接受的。今天很谢谢明居正老师哦，帮我们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次冬奥的一些背后政治的一些运作，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楚。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转传、订阅、按赞、分享，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最近看到在中国，因为这一个生了8个小孩的这女生哦被囚禁、被锁链锁住这样的一个悲惨事件，大概也在我们看到许多的观众朋友都有留言，希望来谈论这样的题目来了解。我想我们节目当中有机会，我们会好好来探讨。今天就再次感谢老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一些想法，也欢迎留言在我们的留言底下。我想我们制作单位都会尽快的做一些汇整回复哦，尽量来满足大家所期待想讨论的题目。那就再次感谢大家。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